赵公明师弟跟黄龙师弟。玄都大法师一阵费解，两教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融洽了？他们这是在作甚？大法师。李长寿顿时有些语塞，大法师眼睛一瞪，这也是你安排的？这不全是。李长寿苦笑着，弟子也就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重要的角色，稍微的推动了一下这个故事的发展。大法师禁不住负手而立，仰头无语，悠悠一叹。长寿啊，你是不是连我也顺带着安排上了？听玄都大法师一声感慨，李长寿的心念急转，确实是有些紧张了。他是真的怕玄都大法师误会什么。假设西方教有圣人弟子把他本体给堵了，他勉强活下第一波，后续等待救援时能指望谁来救啊？当前来看，只有大法师。圣人老爷不可能直接出手去救援他一个连金仙都不是的小弟子，这一点自知之明李长寿自然是有的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玄都大法师才是他在洪荒中的及时雨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李长寿除非是失了智，又怎么会擅自安排自家大腿，平白惹大法师的厌烦呢？哪怕真的要安排，那也是请圣人老爷下命，曲线救国。这不重要。文静大人的那件事啊，纯粹是圣人老爷拿的主意，跟他这个纯善小弟子毫无关，也不能说是毫无关系，但是顶多呢就是不超过2成半的关键性。听大法师感慨叹息，李长寿瞬间拿出了自己最强的状态来应对。最好的演技就是撤掉伪装，忘记表演。李长寿立刻将心底的这般不安完全的表露在了自己的面容上，皱眉苦笑叹道：大法师，除却圣人老爷交代之事，弟子绝对没有为大法师您擅作半点主张。莫要紧张嘛。玄都大法师眨眨眼，已经捕捉到了重点。老师之前交代了你什么事？李长寿的目光瞥向一旁，见大法师并未生气冷脸，悬在半空的心顿时落下了大半。大法师是这般。当下李长寿一五一十将收服文静道人之事说了出来。为了能够快些说完，他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几句，顺便省掉了容易让大法师误会的内容。蚊子的那点事儿也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嘛。玄都大法师听完，眼底满是感慨，又拍了拍李长寿的肩头：长寿，难为你了。李长寿略微有些不明所以，就听大法师叹道：老师每次布置事情总是要求颇多，要不留后患，还要斩断因果。世上之事最难的就是周全二字，你金仙都未修得，就被老师……此事其实该是我去做的，辛苦你了，长寿。李长寿闻言，心底也有些无奈，随着大法师叹了一口气。于是在这暖阁中，人教圣人老爷的大小法师守着那一面监察龙宫各处的镜子，一阵长吁短叹。这一刻，这两个人在彼此的身上竟然找到了惺惺相惜、同病相怜之感。只不过大法师的眼底还带着几分开心。长寿啊，你的金仙节定要准备充分一些。大法师叮嘱道：还有大好前程在等你迈过这个门槛。不管如何，当以保命为上，机缘修为之事以后再补上也不迟。李长寿连忙点头称是。大法师请放心，弟子若没有足够的把握，定不会轻易尝试。你如今根基已算不错，其实问题不大。大法师笑道：渡劫之前记得通知我一声，我还欠你一个许诺，自会为你在旁护法，不让人干扰你渡劫。弟子到时定会劳烦大法师。
言罢，这两个人相视一笑，李长寿的心底多了几分安稳。大法师的目光却是十分的复杂，其内有感慨，有庆幸，也有几分解脱之感。我终于快上岸了，人教总算能多一人，能为老师跑腿了，多少圆会了。来，坐。大法师随手一点，画出了2只木椅，一只矮桌，这矮桌上还带着鲜果美味。大法师笑道：既然这次敖乙大婚你也安排的差不多了，我就在此地看着，你且按你原本布置的进行，不用怕出现什么纰漏。若有应对不当之处，我自会及时出手，帮你兜住此事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也知大法师脾性，不喜欢旁人太过扭捏，就径直坐了下来。他不道谢也是有讲究的，若是对大法师道谢，那就是感谢大法师帮自己，是将龙族上天之功劳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这般不道谢，只是代表自己是听从圣人老爷与大法师之命，算计龙族之事。这一点为人知道，李长寿上辈子被社会毒打摩擦了那么多次，能不注意吗？很明显感觉到此刻自己与大法师的好感度正在加一。很快，两个人嗑着龙族特供的冰玉瓜子儿，品尝着稍后敖乙和姜三儿的交杯酒，守着那镜子，观察各处的情形。大法师将主动权交给了李长寿，李长寿想看哪一处，只需要将一缕仙石注入这镜子中，就可以随意的搜寻。此时东海龙宫周遭风平浪静，但是李长寿的危机预感已经十分强烈，对方应会借用一些挪移大阵、袖里乾坤重宝等手段，悄无声息地发动偷袭。按照文静道人提供的情报，接下来应该是南海龙宫先遭袭，随后才是东海龙宫。李长寿看着面前这面镜子，顿时有些哭笑不得。我看大法师是不是连摄影组的活儿都干了？调侃归调侃，李长寿的心底一刻不停地思索正事。人教大法师，截教赵公明，阐教黄龙真人。除黄龙真人之外，都是能够代表背后大教的3教重量级人物。为了不让西方教知难而退，这次大法师能不现身便不现身。敖乙现如今是截教的弟子，义薄云天赵公明前来相助，其实说得过去。3教齐元龙宫的戏码对于龙族来说自然再好不过，但是对于李长寿的最终目的来说，却会形成极大的阻力。李长寿的心底打定主意，哪怕龙族今日有较大的损伤，损了元气，也要劝阻大法师，只让大法师暗中救下敖乙。不小心还是把大法师给安排了。继续盘点自己此前的谋算，李长寿的眼前浮现出了一条条交错的故事线。接下来就看西方的操盘手到底怎么动了。水晶镜中的画面轻轻荡漾，变成了殿外的情形。李长寿的指导人正赶去找在殿外迎客的敖乙。月老即将抵达水晶宫，李长寿要带着敖乙前去迎接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也要为月老登场提前做一些准备。一旁的玄都大法师面色有些古怪，笑道：自己注视自己，当真不会心神错乱吗？弟子这就闭目。善。随之李长寿闭上双眼，心神寄托在指导人身上，找敖乙安排后面之事。李长寿此时在龙宫活跃的指导人是一个青年模样的人族炼气士，天仙境修为。他见到敖乙2步向前，敖乙身旁的护卫自是不敢阻拦。李长寿笑道：弟兄，快与我去大门处迎接一位贵客。好。敖乙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，但是随之敖乙就皱眉顿足传声：教主，外面
那谁还在呢？李长寿传声道：“放心就是了，他若是能认出你来，我立刻请前来为你贺喜的这位贵客出手。李兄，你先直接开口，问我这贵客是谁，然后嗓门要越高越好啊。”哦，敖乙心神一动，朗声道：“哥哥，敢问这位即将抵达水晶宫的贵客到底是何人？”李长寿指了指上方，故意营造了几分神秘感。一时间，主殿之中有不少的仙识锁定到了敖乙与李长寿的这一具指道人身上。龙族众高手与三界众宾客此刻也有些纳闷，敖乙口中的这位哥哥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能让龙宫称之为贵客之人又是哪般来头？这是让月老登场的第一步铺垫，引起关注。李长寿拿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台词，对敖乙道：“这位贵客可是为你和弟妹之事出了不少力气。这洪荒五部洲外3000世界，但凡有灵智得教化尊礼术之生灵，姻缘婚事都归他管。他的修为不高，但是得功德护身，有天道重宝。右手一把金剪刀，断人姻缘封情念，左手端着相思树，树枝一扎，心火缠。你若问他是何人，天庭正神，月下老人是也。这是第2步铺垫，吹就完事儿了。”敖乙禁不住笑出声来，道：“哥哥，走，咱们快去外面迎接。”李长寿含笑点头，与敖乙带着6名龙族侍卫朝水晶宫大门而去。想到大门处那人，敖乙还是有些心虚，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面容。李长寿传声道：“放心吧，你与科勒尔完全不同。”唉，敖乙叹了一口气，硬着头皮去了水晶宫大门。后面又有几位龙首老者赶了过来，却是龙族的几位长老跟在了敖乙身后。龙族也在表明态度，想与天庭修善缘。他们路过已满是宾客的众多偏殿，穿过水晶铺就的龙宫前场，到了水晶宫那气势磅礴的大门处。远远的，龙宫兵将身后，就见一名青年倚在巨大的碧玉门柱上，背影竟是那般憔悴。稍微离着近一些，还能够听到乐乐的呢喃。敖乙默默地拿出了一把短剑，被李长寿连忙拦了下来，拉着敖乙从这个人身旁路过了。果然，这个苦等科勒尔的便装并未发现什么异常，就听便装低声吟道：“君问何所思？乐尔我心知。”李长寿暗自轻叹，这也是一个痴情之人呢，可惜就是搞错了大方向。暂且不必多管。前方海水之中仙光环绕，数十道身影带着道道水痕自海面方向疾驰而来。最先一人身着喜袍，精神满满，手中端着一份请柬，自是月老老铁。在天庭贺喜小分队周遭，隐隐还有数百仙蛟暗中护卫。当月老一行抵达水晶宫附近，那些仙蛟兵便掉头退回。李长寿已经对敖乙和月老传声，将他们见面寒暄的话语直接定了下来，并且明确地告诉月老不可自称贫道。而敖乙和月老也并未让李长寿失望，敖乙主动迎接出百丈，对月老做了个道揖，连连感谢：“多谢月老成全我与思思之姻缘，多谢月老成全我与思思之姻缘啊！”月老抚须而笑：“两位殿下的姻缘本就和和美美，我不过是奉陛下之命锦上添花罢了。”月老快里面请。敖乙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月老含笑点头，与敖乙一同前行。李长寿也在旁边凑了上来，与敖乙确认了一下眼神，就道：“殿下，您先去给月老在主殿安排入座之位吧。”敖乙笑道：“如何还用安排？早已备上了。”当下，敖乙拉着月老的手腕，月老身后的8位天将紧紧跟随，36位进入海水中的天兵各自放慢前行的速度。
一行人朝龙宫大门而来。月老前来的时间点也是李长寿细心推算过的。主殿中此时数千宾客已经是用仙石齐齐看向了此地，他们大部分都对天庭体系有些陌生，只是听李长寿刚才所说的那几句，想要见一见这位传闻中能够更改人姻缘的天庭正神。然而李长寿与月老一行刚飞到龙宫大门前，李长寿的本体突然听到了大法师的叮嘱：长寿，小师叔也来了，你左手边第2名银甲天将就是小师叔的一具化身。小师叔？玉帝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老子在上，这位玉帝陛下跑来这干嘛？这不是徒增变数，给我增加难度吗？李长寿极力的控制，才忍住了去瞪玉帝化身的冲动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在那大门前自怜自爱的便装，无神的目光扫过他们一行人，低声喃喃着：哎，又不是乐乐。乐乐，你当真不来了吗？我便装发誓，哪怕你不来此地，我今后定要寻到你。正要迈步进入龙宫大门的月老不由得眉头一皱，停下步伐，扭头看向便装。他刚刚自称是叫便装。李长寿道：不错。月老眼睛一瞪，12年的奋战竟然在此地见到了这个混账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月老说着就摸出了一把金剪刀。若非李长寿手疾眼快摁住了月老老铁的胳膊，月老已经直接冲上去咔嚓一下，生理上就成全了这个万年一遇的痴情种。